3天前，我熬夜看小说猝死，一睁眼就穿到了这本狗血虐文里，还是楚国最无用的傀儡女帝。如今局势动荡，天下分为赵国、魏国和楚国，以及各个藩邦和部落。楚国本来是最强的，文有丞相裴寂，武有将军陆演，太子楚匡衡也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但先帝垂危后，原本的继承人太子外出狩猎时失踪了，于是原身这个只会吃喝玩乐的长公主就被推上了皇位。紧接着将军陆演告病，丞相也开始摆烂。楚国在原主手里才3年就亡国了，眼下正是原身继位的第2年。魏国发现边关杀神陆演不见了后，便派使臣来试探。第1天还是友好问询，后面发现陆演连朝都没上，就各种嚣张跋扈，挑衅打压，气得一众朝臣吹胡子瞪眼，却又不敢当面骂，只能在下朝后聚集在养心殿内，小声蛐蛐。户部侍郎仰天长叹，难道真的是天要亡我大楚吗？别嚎了，我更悲。要知道明年亡国后，我这个亡国女帝要遭受17年的精神和身体双重羞辱。这么说吧，牲口都比我有尊严，关键是想死还死不了。一股寒意直冲我的脑门，我顿时垂死病中惊坐起，朕知道陆将军生的什么病。群臣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什么病？什么病？心病，追妻病。陆演5年前跌落悬崖，被采药女沈福陵所救，俩人暗生情愫。陆演怕他有压力，便隐瞒自己将军的身份，与他做起了寻常夫妻。然半年后，边关战事告急，陆演只匆匆留下一封信就离开了。你说你在信里好好解释也就罢了，偏偏只写了2个字，等我。怎么，是笔墨不够吗？朕可以资助。陆演原本想着等打完这场仗就名正言顺地迎娶沈福陵，但站在沈福陵的角度，自己怀孕了，本想给丈夫个惊喜，对方却无故失踪。倔强的她开始寻人，寻来寻去，却得知陆演的真实身份，还从八卦的百姓口中得知陆演打了胜仗，即将迎娶郡主。那可是郡主，皇上的外孙女，何等尊贵娇美的人儿啊，跟咱们这些村姑真是云泥之别。沈福陵不可置信，跋山涉水来到军营，想要找陆演问个清楚，却正好看见陆演扶着郡主从马车里出来，俩人郎才女貌，郡主也的确娇美，深深的自卑感和背叛感涌上心头。沈福陵含泪离开，然后就早产了，偏她继母又不是个东西，见她生了个女儿，于是趁她人事不省的时候，直接把女儿卖了。沈福陵没找到女儿，彻底绝望，从此隐居深山。等陆演找到她时，她只说了个冰冷彻骨的滚字，昔日总是眸光灿烂看着她的女子，彻底封心所爱，再无笑容。太好了，皇上赶紧派太医去将军府吧。我翻了个白眼儿，去将军府有啥用啊？陆演此时此刻正在千里之外的深山，用人皮面具抠散渔夫，默默无闻地陪着沈福陵呢。虽然他不知道老婆为什么不理自己，但他只想和老婆在一起，什么战事，什么国家，什么百姓，他统统都不想管。原书里楚国临危之际，属下找到陆演，想求他带兵出征，他只是淡淡道，昔日我为楚国丢下阿陵，如今我不想再管楚国，只想守着我的阿陵。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要不是我不想当亡国奴，我真随他去了。我叹了口气道，备好车马和侍卫，朕去一趟遂州。什么？皇上您亲自去吗？可是魏国的使臣还在京都呢，他们这般耀武扬威，若是知道您离开，恐怕不知要说些什么难听话。您有什么要紧事可以吩咐臣等去办，您贵为天子，还是留在宫里比较妥当。我面无表情，朕留在这里他们也不会有所收敛，从京都到遂州来回只需10日，先让他们猖狂10日，等朕回来再好好收拾他们。言毕，我掀开幕帘快步离开。5日后，我的车马驶入遂州某条热闹的街道，最终在一座4进宅院前停下。在去找陆演和沈福陵之前，我还有件要紧事办。似我瞧着眼前这座朱紫色的大门，宏伟气派，若非我看过原书，恐怕也不会知道这扇令普通老百姓心之神往、望尘莫及的大门后掩藏着多少烟杂事。我面无表情，小德子，奴才在。砸！话音刚落，数十个精兵唰地抽出寒刀，3两下砍烂了大门，闯进府邸内，开始大肆打砸。震天的动静霎时间惊动了所有人。啊，你们是谁？想干什么？住手！快住手！谁派你们来的？竟然敢来我州府闹事！你们可知我是杨大人拜把子的兄弟？老爷，他们疯了！快去请杨大人把这些贼子全部抓进大牢打死！我冷吃出生，原来你们这般无法无天，是因为有杨大人撑腰啊！府邸的主人是个姓周的富商，几年前患上怪病，不知从哪儿得了偏方，用童男童女心头血延续生命。这种逆天的法子，他们总不能拿自家孩子取血。于是周老爷就去人牙子手里买婴孩，把他们养到8岁取血，等人死了就扔去乱葬岗。反正都是些被卖的孩子，又没人在乎，再加上有杨大人掩护，根本不怕败露。沈福陵的女儿陆清秋就在这里。周家藏得隐秘，沈福陵当然找不到，还是后来楚国被灭，陆清秋自己趁乱跑出来，又被陆演偶遇，这才一家团聚。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冷厉的呵斥：大胆贼子，谁允许你们乱来的？还不住手！
周老爷顿时像看到救星，连滚带爬的跑过去，指着我怒道：杨大人，您赶紧把他们全抓起来，敢在我州府闹事，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杨大人嫌弃地看了他一眼，满脸倨傲道：不过是个女子，有什么能耐，看把你吓的，等会儿把她抓起来凌辱一顿，不就老实了。周老爷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邪笑道：您说的是，等会儿他就跪地求饶了，这娘们儿长得嫩，岂不又便宜了你手底下的兵？我沈笑了声，原来还藏有私兵，岂不是罪加一等？小德子，奴才在。按照大楚律例，官员若胆敢养私兵，如何处置？回皇上的话，当论死罪。我们话音刚落，所有人齐齐变了脸色。你刚才叫这个女人什么？皇上，开什么玩笑？我凉凉地看着他们，既是死罪，那就处刑吧。小德子拿出令牌，奴才遵旨。杨大人顿时痛哭流涕地跪趴在地上，不要啊！皇上，微臣知错了，都是姓周的蛊惑微臣。咔嗒，他的人头落地，在地上咕噜噜滚了几圈，落到周老爷脚边。啊！姓周的白眼一翻，晕死过去。等精兵把所有人抓起来后，我才终于抬手推开了暗室的门，微弱的烛火投射进去，里面的几个孩童如惊弓之鸟，浑身颤抖地跪在地上。求求您不要杀我，求求您！我看着满目疮痍以及角落里蜷缩着的如奶猫般羸弱的陆清秋，叹了口气：别怕，我来救你们了。活着的孩童还有12名，我请来大夫为他们诊治，又买了座院子，暂时给他们落脚。杨大人死后，我遣送一封书信回京，重新派了个清正廉明的官员到遂州，并让他安顿好这些孩子。接着才抱着4岁的陆清秋重新踏上马车。他伤得不重，就是缺乏营养，缩在我的怀里，细声细气地问我：姐姐，我们去哪儿？我道：去找你爹娘。陆清秋愣了下：我也有爹娘吗？我点头：你的爹娘很爱你，他们也不是故意把你弄丢的，不过你有权利选择恨他们或是爱他们。陆清秋小脸纠结：可我还没见过他们呢。我笑起来：等你见到他们，一定要好好骂他们。明明你娘张嘴告诉你爹，他绝对能找到你。陆清秋瞪大眼：真的吗？周老爷那么厉害，我爹比他还厉害吗？那是当然，你爹原本是天下最厉害的男人，你也是天下最厉害的女儿，可惜你爹不上进，否则以他的本事，天底下有几个人敢欺负你？陆清秋小拳头握紧了，他再也不要被欺负了，一定要激励爹爹上进。我只是随口吐槽，压根没想过他能听懂。马车摇摇晃晃，终于在晨曦时分抵达了山脚。07天刚微亮，沈福陵拿着竹篮推开木屋，外面站着个熟悉的佝偻身影。老伯，您今天也要去钓鱼吗？陆衍深情的目光透过人皮面具看向他，嗓音嘶哑：那我们一起吧。好。陆衍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贪婪地注视着他的背影。虽然他不知道阿玲为何讨厌他，为何宁死都不肯和他在一起，但既然他不愿说，他便不问，只要能这样一直安稳地陪着他便好了。至于前几日属下来信说魏国使臣挑衅，希望他能回京保全皇家颜面，但与他何干？他不仅不回去，还警告属下抹掉他存在的痕迹。他相信以后再也没人能来打扰他和阿玲。不是，面前这呼啦啦的一群人是怎么回事？女帝怎么来了？陆衍觉得自己好像没睡醒。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我看向沈福陵，张嘴就是：你身边这个老人是陆衍。陆衍，沈福陵不可置信地转头，陆衍慌忙摆手，还想继续装老朽不是，老朽只是这山中一老渔翁。他戴着人皮面具的，不信你去扯。沈福陵抿唇，犹豫许久，还是伸出了手。陆衍终于装不下去，他闭眼深吸了口气，撕下面具。刹那间，俊美的脸暴露在他的眼中。沈福陵捂住嘴：为什么？难道你骗我一次不够，还想再骗我一次吗？陆衍想上前却不敢。阿玲，你听我解释。沈福陵疯狂摇头：我不听，我不听。陆衍：不是的，你听我说。沈福陵：你走开，你走开。终于我忍无可忍，一把扯住沈福陵的手，对在他的耳边大声道：陆衍不是故意撇下你，他原本想打了胜仗就来娶你。至于你看到他和郡主卿卿我我，是他脚崴了，他顺便扶一下，他俩清清白白的，也没什么婚约，朕还能不清楚吗？这次乔装打扮也是怕你在山中孤独，想一直陪着你。沈福陵，还有你。我趁陆衍愣神，转头指着他，劈头盖脸道：他怀着孕千里迢迢去寻你，不光早产，孩子还被卖了，哪个女人没怨气？你不会好好轰轰吗？与其陪着他在深山吃苦，还不如山珍海味金银珠宝的伺候着。陆衍，俩人对视，满眼不可置信。陆衍率先震惊道：孩子，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是吗？你为何不告诉我？若你告诉我，以我的手段，定能把孩子寻回来。沈福陵哽咽道：那你呢？为何要一声不吭地撇下我离开？
陆衍急切道：“战场危险，我不想你跟着我吃苦。我打完胜仗，第一时间就回来找你了，你却告诉我，你已经不爱我了。”沈福陵眼圈通红，可你怎知，比起吃苦，我更怕不能陪在你身边。阿玲，陆衍动容，再也忍不住，一把上前，将人狠狠地圈在怀中。看吧，明明2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原书里硬是虐了几百章。沈福陵倚在陆衍怀中，哭得十分动容。陆衍柔声细语地哄着他：“阿玲，既然如今误会解开，你知道我没背叛你，我也知晓你说的气话，那你可愿随我回京，做我明媒正娶的夫人？”然而沈福陵却一把推开他：“不行，青丘还没找到，他是因你我而丢，如今不知道在哪里吃苦，我怎能随你去京城过好日子？你让我良心如何过意的去？”陆衍的眼睛也红了，他攥紧拳头：“阿玲，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女儿，让我们一家3口团聚。”沈福陵哽咽道：“既如此，在女儿找到前，我不会同你回京，你若要回，便自己回去吧。”陆衍急了：“不行，你不回，我也不回。我再磨叽一会，魏国都要打过来了。真是将军不急急死皇帝。”我忍无可忍，一把从马车里薅起了睡眼惺忪的陆青丘，塞到了陆衍的怀里，道：“莫，你们的女儿朕也替你们找到了，这下能回去了吧？”二人看着怀里瘦削的女童，久久回不了神。这是真的吗？沈福陵是医女，自有办法验明血缘关系。1刻钟后，看着相融于水中的血珠，沈福陵再也克制不住，抱着女儿嚎啕大哭：“你们是我的爹和娘吗？”陆青丘怯怯地问。陆衍红了眼：“是，对不起，让你受苦了。”陆青丘倚在他怀中：“那爹爹，以后我还会受苦吗？”陆衍恨不得捶胸：“不会，我是楚国的大将军，谁都欺负不了你。”我忍不住在他身后冷笑，说风凉话：“楚国都快没了，还大将军呢？届时只能当亡国奴，任人宰割。”陆衍，傍晚时分，他们终于整理好情绪，启程回京。陆衍感动地看着我，道：“阿玲和青丘就是我的命，皇上，您替我找回了他们，日后末将定为您鞠躬尽瘁。”我开玩笑地说：“真的吗？”陆衍郑重其事地点头。我继续开玩笑：“那拿下魏赵2国，一统天下也可以吗？”陆衍，我摆摆手，我这人就爱开点玩笑，但我忘了我是女帝，说出口的话那就是圣旨。半晌，陆衍严肃道：“仅凭末将一人，恐难以做到，但若是有陪相同末将一起的话，你们古代人这么开不起玩笑吗？”回到京城已是5日后的事。女官看到我跟看到救世主似的，哭嚎道：“哎呦，我的陛下，您可算回来了！您可不知道，您不在的这些日子里，魏国那群使臣都猖狂成什么样了。”他话音未落，养心殿外便传来几道极为嚣张跋扈的声音：“我们魏国使臣远道而来，你们皇帝连面都不见，难不成是不给魏国面子？什么病生这么久？女人身子骨就是弱，不像我们魏国皇帝健壮的能打死几头牛。既如此，那我们就更要探望了，否则显得我们不懂礼数。”我不耐烦地皱眉，命小德子开门。殿外3头使臣趾高气昂，脖子都快仰到天上去了。见门开了，他们嗤笑道：“这不是好好的吗？”我也笑，我是好好的，但他们一会儿就不一定了。小德子将他们引进养心殿，我支着下巴，何事这么着急，嚷嚷个没完。3人对视一眼，嗤笑：“还能有什么事？找茬呗。”听闻女帝身体抱恙，一连告假10日，我们还以为真病入膏肓呢。眼下看来，您面色红润，称病倒像是假的，该不是女帝不想见我等吧？你们女子就是心理脆弱，我们不过是在朝堂上说几句实话，虽难听了些，但也不至于怕到避而不见吧？若是陆将军在此，看到您这副畏畏缩缩的模样，恐怕是要气死的。他这般顶天立地的男人，怎能容忍一国之君像老鼠一般呢？3人说着，意味深长地摸了摸胡子。说起来，我们来楚国都半月有余了，怎么一次都没见到陆将军？早听闻陆将军性格冷酷，最受不得一点委屈，我等在此都挑衅。哦不，等候10几日了，怎么还未见到陆将军？该不会陆将军出什么事了吧？我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想多了，陆将军只是在休息而已，能出什么事？哦，休息？可为何这10几日他连招都没来上？身为臣子，却不履行臣子的责任，究竟是陆将军不将您这个女帝放在眼里，还是说他如今根本不在京城？既不在边境，又不在京城，陆将军究竟去哪了呢？我们皇上前些日还在说，若有机会，还想与他切磋1、2呢。我冷然抬眼，这话是在明晃晃地威胁我。若陆衍真不在，他们魏国可就要打过来了。陆某竟不知，我不在的日子里，什么宵小鼠辈都敢来殿前猖狂了。还未等我开口，养心殿的门再次打开，
陆衍一袭武将朝服，面色肃冷地踏进来。使臣三人祖露出震惊的神情。陆将军，不是说陆衍出事，没工夫再管楚国了吗？怎么和情报不一样？颅内风暴片刻，刚才还盛气凌人的三人立马殷切地笑起来。我等对陆将军久仰大名，如今能得见您，真是太好了。陆衍先是恭敬地朝我行了跪拜之礼。使臣见状，脸色惨白。不是说女帝是个草包，连太监都不屑于她吗？可眼下连战神陆衍都对他如此恭顺，那他们方才还如此挑衅他。三人的后背顿时冷汗涔涔，立马朝着我咚的一声跪下。然还没等他们告饶，陆衍唰的一下抽出佩剑，冷声道：既然见到了，那可以去死了。他气场慑人，像是地狱里走出来的活阎王，吓得三人瑟瑟发抖，失声尖叫。陆将军，您在开什么玩笑？你想杀了我们？两国交往不斩来使，你是想与整个魏国为敌吗？女帝，一个将军竟然敢当着你的面杀使臣，你不管他，难道是想与魏国开战吗？我歪了歪头，好整以暇道：不是你们魏国想开战吗？先是在朝堂上挑衅朕，又贬低朕的女子身份，接连数日在养心殿外大闹打扰朕养病，叫嚣着让陆衍出来。怎么现在他真来了，你们又不高兴了？桩桩件件，朕还以为是在给朕下战书呢。三人吓尿了。不，我们没有，这都是误会。朕不想听。陆衍杀了。言毕，我捂住双眼，刹那间人头落地，血腥味弥散在整个养心殿前，吓得朝臣跪了一地，惊恐的不敢看我。女帝当真是不一样了。翌日，陆衍便向我告辞，带着妻女上战场与魏国开战了。他本想把沈福陵和女儿留在京城的，但女儿叉着小腰，指着他义愤填膺，奶声奶气道：爹爹，你这样是不对的，我和娘都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我们一家人要一直在一起。这也是沈福陵想说的，但奈何她是虐文女主，她没长嘴，好在女儿替她说了。陆衍感动万分，好，以后去呢，爹都带着你们。外忧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内患。我半路继位，朝廷不服者自然众多，暗地里搞小动作的也很多，仅凭我是无法解决的。先帝也料想到这点，留给我的遗书里反复提及，唯有一人能替我解决这桩难事，那就是17岁3元及第，22岁官拜宰相的裴寂。天下有才能者众多，但这个人特别有才，可惜了，也是这本虐文的男主之一。裴寂15岁那年赶考途中偶遇贼子，幸得武功高强的白欢相救。他对白欢一见倾心，去年的时候终于如愿和白欢成亲。他深知白欢身世不简单，但他从来不问。白欢也没告诉他，自己其实是组织培养的杀手来杀他的。然二人却相处出感情，他舍不得杀他，只好背叛组织。组织在他们身体里中了蛊虫，白欢叛变后拿不到解药，身体便一日日的衰败下去。裴寂察觉出他的异常，想为他治病，可不管吃多少药，却始终不见好，白欢也不敢说实话。于是今年年初开始，裴寂就辞官带他四处寻医问诊。原身女帝自然不答应，裴寂就干脆摆烂不上朝，原身又不敢杀他，只能就此搁置。直到楚国被灭，裴寂都还在江南和白欢看烟花，陪着他直到咽气后，他安葬好他，自刎在白欢的坟前。还挺虐个球啊！嘴巴常来是配相的吗？这种到死都不肯说实话的剧情，能不能别来荼毒青少年了？我吐出一口浊气，对小德子道：裴相现在在哪？苏州。听闻裴相前几日花大价钱在苏州建了座阁楼，讨白夫人开心，还挺浪漫。花了多少钱？似乎是2万斤。我草，并非植物。早听闻裴寂经商才能拉满，他的产业遍布3个国家，到哪都是首富，没想到这么有实力。既然这样，那这件事就好办多了。我抹撒着下巴，对小德子道：你前去书信一封，就说朕找到医治他夫人的法子了，命他速速回京。小德子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挑眉：怎么了？有话直说。小德子垂眸：皇上，这个借口您年初的时候便拿来骗过裴相了，他当时信了您，当真好好上朝，只是1个月过去，白夫人的身子却越来越差。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裴寂因这事与原身还吵了一架，还威胁他说再敢乱来就别想稳坐这皇帝之位，吓得原身做了3天的噩梦，再也不敢管他了。皇上，您若还想用这招骗裴相，怕是真的会惹恼他，你去写信便是。奴才遵旨。我原本都做好裴寂不会给我好脸色的心理准备，却不想他的态度比我想的更差。人是回来了，只是拿着刀回来的。皇上，臣夫人时日无多，臣只想陪着夫人度过剩下的时间，满足她的心愿。您若一再召臣回京，那臣只能以死谢罪了。如果是别人，或许还能当他再说狠话，
但裴寂是真的想死，我赶紧拦住他。朕不都说了吗？朕找到医治白欢的法子了。裴寂眼尾带着冷意，您觉得臣还会相信您的哄骗吗？年初他还不知道白欢这病的严重性，当真以为太医能治好。可这大半年里，他寻遍了天下名医，内心早已绝望至极，绝不会被骗了。或许是为了印证他的话，身侧若柳扶风，脸色惨白的白欢重重地咳嗽起来，接着哇地吐出一口黑血。欢儿，裴寂目眦欲裂，紧紧抱着他，恨不能自己替他受罪。白欢虚弱地笑了笑，安抚地摸着他的脸，裴寂，我没事，我只是有点累。裴寂死死咬着牙，不是这样的。他明知道他在安慰自己，他真的好想问他到底怎么了，到底要怎么样他才会好起来。可这张嘴就是该死的开不了口。哎，他没生病，只是中了蛊虫，吃再多的药，扎再多的针都没用，只需要杀死母蛊就好了。裴寂，谁在说话？白欢和裴寂齐齐露出震惊之色，朝大殿之上的我看过来。我云淡风轻，好像在说今天中午吃了什么。白欢其实是个杀手，专门来杀你的，但他现在下不了手了，所以宁可受蛊虫钻心之痛，以他现在的身子骨，至多还能撑1年。裴寂死地攥紧了拳头，白欢则满脸震惊，皇上，您怎么会知道？而且还这么轻描淡写的说出来了，这可是他瞒了1年多的秘密啊。我不光知道这个，我还知道裴寂其实早就猜出你身份不简单，但他一直没告诉你，哪怕你是杀手，他也爱你，并不会影响你们的感情。白欢又震惊地看着裴寂，他的脸又白又红。半晌，他缓缓地点头，是，欢儿，我只是没想到你承担了这么多痛苦，你为何不早些告诉我？我怕你恨我，毕竟我接近你的目的不单纯。那又如何？只要是你，就算被骗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我只怕自己失去你。裴寂，欢儿，我轻咳了声，打断了2人含情脉脉的对视，道：你们看，这不就说开了吗？明明2句话的事，嘴巴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们以后都有。裴寂脸红了红，有些不好意思，连连向我道谢。皇上，谢谢您为我与欢儿解开心结，现如今既然知晓了真相，待我杀掉母蛊，为欢儿解开蛊毒后，便回来辅佐朝纲。我拖着下巴，哦，你准备怎么杀母蛊？裴寂眼神刹那间变得阴沉，当然是花重金聘请杀手，肃清杀手组织。白欢欲言又止，我连忙当他的嘴替，一旦组织老大察觉到危险，他会立马发动母蛊，让白欢顷刻间暴毙。这也是白欢此前的顾虑，他不说的话，起码还能陪他1年，他若是说了，只怕会立即命丧当场。裴寂脸色惨白，我摆摆手，没那么麻烦。话音刚落，小德子领着个女人进来了，陛下，人带到了。裴寂和白欢下意识转头，白欢顿时露出比刚才还震惊的脸色。狸猫。女人看了他一眼，扯唇嘲讽一笑，你还没死啊？裴寂察觉出不妥，蹙眉把白欢护在身后，疑惑地看向我，皇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喝了口茶，别急，且听朕细细说来。20年前，裴寂2岁的时候，父亲在外经商，不小心睡了个良家妇女，他深感对不起妻儿，只留下了50两银子就逃之夭夭。却不想女子早已有心上人，且过不了多久就要出嫁，却被毁了清白，街坊邻居无不唾弃，甚至还被母亲赶出家门。颠沛流离之时，女子发现自己怀孕了，只好找到裴寂的父亲，希望对方能给她一条活路。然而她却害怕事情败露，打算杀人灭口。女人逃了出来，生下女儿难产而死，死前把真相绣在了帕子上，塞到了女儿的襁褓里。原以为女儿会在野外自生自灭，但老天有眼，女婴被杀手组织的老大捡到了，还培养成了最优秀的杀手。3个人从起初的若有所思，逐渐变得震惊万分。我又喝了口茶，终于抬眼，缓缓地看向那名女子，裴寂父亲的私生女，杀手组织昔日老大的干女儿，白欢在组织里最好的姐妹，以及现在杀手组织的老大，都是你，朕说的对吗？女子脸色惨白，死死攥住双手，半晌，破罐子破摔地笑道：是啊，都是我。他叫狸猫，没有名字，自出生起，只有这张用鲜血化作仇恨的绣帕跟着他。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恨，甚至他没有享受过1天的母爱，却要承担他的恨意。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杀裴寂，但好像不杀，他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后来他继承了杀手组织，组织不大，杀手也不多，但好在他有白欢。和白欢成为朋友是偶然，但他是唯一对自己好的人，像母亲，像姐姐，他也不想白欢死的。原书的最后，狸猫知道白欢死后，便解散了组织，从此隐居市井，收养无家可归的小孩，给自己赎罪。狸猫，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告诉你有用吗？我们立场不同，你与我终究只能活一个。可我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
狸猫的眼睛红了，他撇开脸，像是下定决心，咬着牙道：“我从未把你当成……”他话还没说完，我一把打断：“好了好了，今日叫你们来，不是来叙旧的，而是来谈生意的。”所有人愣了下。生意？我笑道：“是啊，你们的恩恩怨怨，朕管不着。狸猫，朕叫你来，只是想以皇上的身份，把你那个杀手组织买过来。”狸猫惊愕道：“啊？”倒是裴寂聪明，一下子就想通了。他道：“组织成员为你卖命，不过是想谋求生存和银钱。我父亲已经死了，你与我并无恩怨，只要你愿意卖掉这个组织，你就不再是他们的老大，也无需背负这个责任，你仍然可以做花儿的朋友。”狸猫眼泪唰的一下落下来，他承担了那么久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原来这么简单就能解决了啊！裴寂手段高明，又那么有钱，我替他把真相揭开后，他自己再处理起来就简单很多。之后几天，白欢的面色肉眼可见的好起来。狸猫拿着一笔10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在相府对门买了个院子，嘴上嚷嚷着监督裴寂，实则是想和白欢亲近，再续姐妹情缘。说到底都是本心良善的人，如今放下仇恨，好姐妹也不用死了，他的内心只有释然。又过了几日，裴寂破天荒地来上朝了，顶着群臣震惊的目光，他缓缓地站到了我的身边，拥护之意溢于言表。心思各异的臣子们见状，终于消停了。一段时日后，边关传来捷报，路演战无不胜，已经快要推到魏国的水京去了。此时此刻，我终于想起了我失踪已久的好大弟，也是这本虐文的男主之三楚匡衡，也该恢复记忆了吧？按照原书轨迹，这个时候的楚国内忧外患，楚匡衡就算恢复记忆，也不敢回来。于是他一边继续假装失忆，一边陪着赵国的小公主谈情说爱。后来的剧情俗到不能再俗，他利用小公主掌握了赵国的兵权后，先是与魏国开战，替楚国报仇，后又因野心反过来带兵踏平了赵国的土地。被欺瞒的小公主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人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人，而这匹恶狼还是自己引进来的。他爱他，可他更恨他。这个时候，楚匡衡发现自己对他不仅仅是利用，还有爱情。可他再想跟他在一起，已经不可能了。他自刎在了他的面前。赵国是3大国家里最弱小最安分的，不被楚国吞并，也要被魏国吞并，迟早的事。但楚匡衡这个手段未免太下作了，而且还屠戮了人家全家，基本已经是血海深仇了。我考虑了很久，终于还是决定亲自去一趟赵国。最近路演很猛，打得魏国抱头鼠窜，赵国皇帝生怕我一个不高兴给赵国也灭了，态度谦卑恭顺的跟猫一样。我道：“听闻爱女好事将近。”赵国皇帝脸色一凛，道：“是啊，就是个孤儿，书都没念过几日，不值一提。”赵国衰败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子嗣，皇帝独宠皇后，只有2个女儿1个儿子，还以为我是在忌惮他这个未来的女婿。我没接话，只道：“可否见见？”我派人去叫他。1刻钟后，人到了。楚匡衡看见我的瞬间，呼吸都急促了。很好，看来是恢复记忆了。他牵着小公主的手，下意识地想逃。我在他身后笑道：“阿衡，看见姐姐不开心？”赵国皇帝露出震惊之色。小公主不可置信：“你说什么？”楚匡衡几乎是3两步上前，想要捂住我的嘴，但已经晚了。我迎着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就这么水灵灵地说出了真相。天真的小公主，你身边这个傻大个儿并不是什么孤儿，而是楚国昔日的太子，我的好弟弟。不，皇姐，你别说了。那怎么行？我白了他一眼，继续道：他外出狩猎时遇到杀手，逃亡至赵国境内失忆，被你捡了回来。或许一开始他是真心待你，可如今恢复记忆，也是真心想利用你。待他成为驸马，逐步掌握赵国权力后，他会除掉你的爹娘、阿姐和阿弟，以绝后患。小公主嗓音颤抖：那我呢？你……我笑起来。他爱你，自然舍不得杀你，可留着你，你会甘心吗？他脸色惨白，他不会。要么杀了楚匡衡报仇，要么他死。胡说！楚匡衡一把打断我，转身拉住了小公主的手。他骗你的，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阿英，你信他还是信我？小公主脸色惨然地看着他。从前他一想到就欢喜的这张脸，如今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他没回答，只是颤抖着嗓音问：他说你是楚国太子，可是真的？楚匡衡沉默片刻，是。但他说你恢复了记忆，也是真的？是真的，可我也是前几日才恢复记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小公主狠狠地甩开了他的手。既然你恢复了记忆，那你就该第一时间告诉我，你是太子，我是公主，这样不是更好吗？你瞒着我，若无其事的与我继续完婚，一个是楚国的太子之位，一个是赵国的驸马，你却选择了前者，你打的什么主意？楚匡衡无从辩驳，他沉默地看着他，眼里有悲伤，更多的是绝望。他打的什么主意？不就是先掌握赵国，等时机成熟再回到楚国，届时就能轻易的一统天下了吗？至于阿英的家人，他不会给自己留下隐患。小公主失望地看着他，悲痛欲绝地转身离开。阿英。
楚匡衡想追上去，却被赵国皇帝拦下来。这个看见我跟老鼠见了猫的男人，这个明知他是楚国太子的男人，还是忍不住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混账！你怎么能欺骗阿英？他明知楚匡衡甚至想灭了赵国，但他满心只有女儿被欺骗的愤怒。哎，何等单纯的一家人！楚匡衡被赵国皇帝胖揍了一顿，他没有还手，只求再见阿英一面。可惜，直到他离开赵国，小公主都没再出现。回楚国的路上，楚匡衡沉默地看着我。阿姐，1年不见，已经变化如此大。哈哈，是吗？我有些紧张，怕他发现我不是原主。要是散播点我被鬼魅上身的谣言，那我这个皇帝之位岂不是坐不稳当了？你比我磊落，比我聪明，比我更适合做这个皇帝。丢下这句话，楚匡衡便不再说什么。回到楚国后，他很是安分，没有做小动作，也没有抢地位的意思，安安分分的当他的小王爷。直到2年后，赵国归顺楚国，带来了小公主与新驸马的消息。听闻新驸马高大强壮，能打死草原的狼王，也能为他去捉100只萤火虫。得知这个消息，楚匡衡一晚上没睡，第2天便钻进了深山寺庙，剃发出家，常伴青灯古佛。哎，最终还是毙了。